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左老师；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许巍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涂磊涂老师，欢迎。来吧，接下来看看今天的4位老师如何帮助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可以让着我，可是自从他来到我的城市，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幼稚。我从来没有为一个女孩子做过那么多，她总是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我对她的好。我在她家里像一个保姆一样，一点地位都没有。我希望他能明白，两个人的相处不只是两个人的事，还需要磨合彼此的家人。他却总觉得没有自己的自由。他关心家人的时候，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我觉得我在他家特别委屈，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田25岁，来自贵州销售；小秦28岁，来自湖南旅游推广。有请两位，有请。你好，主持人。好，你好，主持人。欢迎两位哈。你的女朋友？对是别人介绍认识的是吧？是介绍认识的，我们是在2年前认识的嘛。然后就是因为在朋友一起玩耍，看见他是属于自己喜欢的那种类型，就加了他的微信。两位是在哪个城市相识的？我们是在异地相识的，相识了以后呢，聊了半年左右，然后再去他的城市接触了2到3天左右，然后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还是比较合适的，然后我们就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后面呢，就是以微信的方式维持了半年的异地恋然后他说让我去他的城市去工作上班，他那里有一份工作适合我，他就想让我们天天在一起嘛，增加一些感情。我就想，我既然爱他，我就愿意舍弃一切，所以说我就去找了他。你在哪儿生活呀？在张家界。所以你是到张家界去了是吧？对。张家界你待了多久了？到目前为止有1年半了。1年半了哈。对，刚开始的时候还好，但是在未来的1年半也遇到过很多事情，就是说接触熟悉了，遇到的矛盾就增多了。你说说嘛。你看，我来到他的城市，我付出了我的所有，我放弃了我家里的所有的一切，我来到他的城市，但是我做了这些，结果我在这边还受到了很大的委屈，所以说我就想来这个节目，就想问他到底爱不爱我，反正我是爱他的。你到底爱不爱我？问你呢？爱。但是他一直没有给我一个结婚的期限，让我感觉结婚隔着好远一样。逼婚来了？嫁不嫁？现在还不是时候。啥时候是时候？我想等1、2年，等房子装修好了再结婚。你们现在买房了是吗？对，我们过来2到3个月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要买房，我们才能继续下去。然后在实在没得办法的情况下，然后我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和他一起1人1半首付了一套房子。然后房子的名字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这些我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觉得我爱他，我信他。在很多人眼里，觉得我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写的是女方的名字，这是多么一个让别人说出去很笑话的一件事情。没有，你爱他嘛，对吧？你对感情有信心，你才这么做嘛。就是因为有信心爱他，所以才。那这么说，这房子也买了1年多了？买了快1年了，没装修。这有啥呀？都有了，别人没房，租房都能写。但是主持人，我觉得，因为这个买房本来就应该是男方来买，然后我就是说考虑到他的情况嘛，然后我俩1人1半付一个首付，然后就写我的名字嘛，这样我也有一个保障嘛。不是给你了吗？写了吗？对，他是写了，但是他后面就对我天天抱怨，就是觉得在我姐家，他是现在寄住在我姐家嘛。怎么又居住在他姐家？我为什么不抱怨呢？你想一下，一个男生在和一个女生谈恋爱的时候，都还没有结婚，结果现在是暂住在他姐姐家，你觉得谁愿意吗？谁让你去住的？我不愿意啊，但是没办法。别去啊！是他叫我去的，谁叫我爱他呢？我听他的。
你这好吗？你也是，你把他弄你姐家干嘛呀？我觉得这样可以减少开支，然后为我们以后存钱。姐家还有姐夫，对，还有谁？还有我2个外甥。还有你们俩。对，我的天哪，你们谈着恋爱你就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俩现在还没结婚嘛，然后他就先住在我姐家，因为我跟我姐就是感情比较深嘛，然后我就想让我姐给我参考一下，她可不可以？你姐参考的这个结果是？她觉得她挺好的。不错，通过考核了，兄弟啊。通过考核是一件事，但是我向他抱怨的事情就是我不怎么想做的事情，比如住在他姐家，以为是说能和他一起住，我结果呢是睡在沙发上面，而且我这人睡眠也是非常浅，他姐和他姐夫也有夜起的习惯，每天晚上起来吵到我睡不好觉，除非等到他们全部夜起完了，我才能好好睡觉。我第2天我还要上班，所以说搞得我精神憔悴。你就是太矫情了。我哪里来的矫情？谁睡得好啊？你睡沙发。对。你睡哪儿？我跟我2个外甥一起睡。姐姐是把妹妹保护起来了，这也是对的嘛，没结婚嘛。姐姐家的家务谁干？这家务问题开始，我一般自己在家里从来不干什么家务的，但是就是因为来了他这里，我才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干家务的。后面他老是说我，老是因为这个事情在吵我，然后我说我可以帮着下手，但是这个下手帮着就变成上手了。我现在就是主攻家务啊，洗碗、洗衣、拖地，这些都是我来做啊。是吗？对，因为就是在我们家，像我爸跟我妈生活，那也是我爸一直做家务啊，我妈都不会去跟他帮手的。所以他去了之后，你姐夫轻松了是吧？不是，我姐跟我姐夫他每天回来的比较晚嘛。家里饭他做。饭没有让他做，他做的可难吃了。那个饭没做，你知道为什么吗？主持人，就是因为我做了一次饭，他们觉得难吃，我觉得还好，我吃了2大碗，他们说难吃，说以后你别做饭了，就只洗碗、洗衣服、拖地，反正回来你下班回来就要做这些。这都做吗？做啊，等于你。但主持人，我觉得一个大男人你肯定要多做一点嘛，然后在我姐面前多表现一点，那这样不更好吗？再怎么表现也不能像保姆一样，对不对，主持人？那我做个保姆，我还是洗衣做饭带孩子，那我是不是保姆了？你就太斤斤计较。跟你那俩侄子关系怎么样？好吗？他有一次，就是在我跟我姐在外面的时候，然后他还吼我外甥。他别说这个事情了，他外甥本来就很调皮，我也不怎么喜欢孩子。然后那天我就是下班回家，我在做那个订单嘛，做订单，我用电脑做订单，他一直在我身边用他买的泡泡水一直在我旁边吹。我还好好的和他说了几遍，他不听，就是因为调皮，他反过来还和我大闹。我姐跟我姐夫都舍不得吼你，舍不得吼，但是他直接把那个水直接倒到我那个电脑上面去了，好吧？那你跟他好好说道理不就可以了吗？那电脑都死机了，怎么弄啊？我当然要吼他，谁没有脾气啊？难道我还不如2个小孩子喽？可怜的，谈个恋爱就突然谈成半个爸了，你知道吧？还要面对小孩，还要做家务，挺可怜的哈。搬出去住啊！我提过好多次说要搬出去，他不肯啊，不愿意啊，他也不让我搬出去啊。你为啥不让人搬出去呢？我是想着现在没结婚嘛，就多锻炼嘛。然后因为我们以后也是要成为一个小家的，是不是？那些家务啊、带孩子，是不是应该多学习？所以你是让他实习，是这意思吧？有一点这个意思。在姐姐家实习，实习的结果怎么样啊？不是我理想型的。我的妈呀！主持人，我真的可以评评理，我已经为他做了那么多，我已经倾尽了我的所有，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知道。但是他还是觉得我不是他的理想型。还有更过分的事情，我觉得任何一个男人可能都忍不下来的事情，就是因为上次他外甥，我不是吼了他吗？他结果对我的一个惩罚是怎么惩罚？拿着我的被子直接丢到门外，丢到门外以后直接来了一句：“你滚！”那我不是让你认错吗？认错了不就可以进来了吗？谁愿意接受这个认错啊？那你后面还是第2天还不是进来了？第2天我是没办法，也是向你认错了，认错了我才能进来啊！我在外面待了1晚上。你这个没骨气的。谁叫我爱他？全国都知道。哎呀！把头抬起来，欺负人有意思吗？没有。你要不喜欢，你跟人说，对吧？我觉得我没欺负他呀。行，咱们说点正经事儿吧。房子装修好才嫁是吧？对。没装修房子是为什么？而且他一点规划都没有。你说他想着急结婚吧，他又去背着我去买车。背着你买车，我还不是为了方便。
主持人，他每年出去3、5次旅游，那不是花钱吗？他也没想着存钱啊，他也就想着自己花自己的。那我本来就是花着我自己的，难道我还要为了你把我的爱好都要舍弃吗？那我买车也是花了我自己的钱啊。那我的爱好，那我打桌球，我还不是为了你改了？委屈不？委屈啊。好，结婚以后打不打桌球？桌球可以带着他一起去打。好，结婚以后干不干家务？结婚我干啊，自己家的事情照样干。那他现在都不干，他以后结婚了会干吗？行了，凭什么他一个人干啊？凭什么他改啊？你，因为我觉得女孩子本来就应该要被呵护着。女孩子本来就要被呵护啊，对，凭什么呀？因为我们家给我的这个男人就不需要呵护了吗？我不是替你说话呢吗？帮他说话也不行。来，我问你几个现实问题。房子写的你的名儿，对吧？对。月供谁供的？我供的。他供的。哦，你们俩要分手，这房子给谁？那就我再把他钱还给他呗。啊，然后房子归你是吧？他想要就给他呗。哦，他就把钱给他是吧？啊，行吗？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就因为爱他，我才所以才来。不是你想干嘛？我现在就想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结婚？说了2年以后。那不行。那怎么才行？我想最近1年结婚，至少能给我一个安全感。我就是因为待在这里受了那么多委屈，我感觉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这个事儿，咱们把它捋一下，小伙子心情就明白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奔爱情来的，对吧？女孩可能跟姐姐的关系比较好，在姐姐和姐夫的呵护下，一直在考验着你。现在考验的也差不多了，是吧？没有。还不行是吧？是他们没考验过，还是你没考验过呀？我没考验过。还差什么呀？你得说出来呀。因为我觉得他为这点小事就斤斤计较，而且一点规划也没有，我怎么好嫁给他？哎，这就麻烦了。所以小伙子着急是什么呢？小伙子等于来了1年多了，心里还不踏实，对吧？不踏实，因为什么都已经付出给他了，没有得到一个正馈的回馈，心里不好受，真的是不好受。听明白了。你的想象当中，一个男人是需要做所有的家务的，是吧？对。是需要无条件的服从他自己的妻子的，是吧？对。你看到的家庭模式，你爸对你妈都是无条件的，你姐夫对你姐都是无条件的，对，从来没有抱怨过，是吧？对。好，他们家的男人都是那种无条件的，服从女人的，不能有自己主张和意愿的，干活要兢兢业业，还不能抱怨的。你能做到吗？我能做到，但是我现在干的事不是我自己家的事，我要干自己的事，那我都有冲劲啊。好，明白了，就是这么一段感情。男生觉得情感无着落，因为女生好像一直在吊着你，在你的心里，对吧？对。你就不怕把这男孩逼急了？这男孩一拍屁股真的跑了？他不会跑。你那么自信是吧？他为什么？主任，他也知道我很爱他，但是我不晓得他到底爱不爱我。你怎么会觉得他不爱你呢？因为我从来没感觉他对我多少关心啊。那我不爱你，我会愿意给你一起付首付吗？你付首付我也出来一半，但是写的是你的名字啊。那你以后不住的嘛？我以后要住啊，但是我现在而且我也没说就是说以后不加你名字啊。以后加我名字，现在连结婚都没有一个盼头，什么时候加名字啊？我是跟他说过了，我说你们俩有独处的时间吗？主持人给你说吧，很少出去，不管是旅游啊，去哪里啊，先问他姐同意，带着他姐带他姐夫一起，我们就一起玩。哦，对，行了，今天你来的目的是？就逼婚来的。你为什么来啊？我就看着他来，我也要来一下嘛，然后解决一下问题嘛。解决什么问题？那种家务，就那些小事儿啊，我觉得那些都是小事儿，但是他就那小事儿你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我从小都没做过。他从小也没做过呀。他不是说爱我吗？那你就不爱他是不是？我也爱呀。他爱你为你做事儿，你爱他为什么不为他做事儿呢？那我为他做的事儿只是说，你为他做过什么？他觉得我没有不是你为他做过什么嘛？那他那个身体不好的时候，那我还照顾他呢。那恋人之间，他身体不好感冒，照顾一下有什么呀？同寝室的同学生个病，我们还照顾呢。所以咱将心比心，别太欺负人了。人家好歹也千里迢迢奔去是吧？对，因为爱情。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其实你此时此刻非常担心一件事情，叫做人财两空。
有这个担心，因为作为任何一个正常的都会有这个想法。对，所以你现在一直在逼婚，一直在追求他的这个过程，事实上你也是很担心那个房产证上到底会不会有你的名字，什么时候才能有你的名字。对，至少要给我一个安全的保障。好，非常坦诚。来，女生，作为女生是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体贴和呵护，但是不可能谈恋爱单方面的付出吧。你看把这孩子给欺负的，晚上觉睡不好，白天还得上班干活，买了房还不写我的名字，回家还得带孩子。他从小到大他也没干过，他为什么到这里一定要这样去干活？他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自己独立生活的空间？而且他不是经济不允许在外面租房子，非得在你姐姐家里住，他有钱买车就有钱租房。你就说他是一保姆，他也得有假期吧，得会做饭做得不好吃，要不然天天饭还得做着呢，是吧姑娘？咱要想好好跟人家过日子，买房行，你们写谁名都行，但是他的努力和付出要得到你的回应。你有没有帮他洗过衣服？有没有照顾过他的生活？有没有关心过他的晚上睡得好不好？今天有没有吃饱？那男孩子也要得到关心和照顾呀，而且人家背井离乡的来投奔你，是不是太欺负人了？我希望你能够平等的看待这段感情，给自己一个平等，给对方一个平等。第一，先从姐姐家里搬出去，没人愿意伺候你那一大家子。第二，你们先把经济上的事情做好，认清和分割之后再来谈感情，到底是嫁还是娶，到底是不嫁还是不娶，随便你们，不要被经济套牢，我们可以被感情套牢，我们可以被爱套牢，那是我心甘情愿的，但不要因为说我们把经济纠葛在了一起，然后我投入了这么多，我出不来了，我此时此刻要一个结果，不要，感情干净单纯。好，知道了，谢谢主持人。就这样。对。小伙子他们家住了1年半，是吗？快1年多。1年多，都睡在沙发上。沙发一般给谁做的呢？给客人做的。但是客人来了，家里应该怎么招待呢？貌似又不是，怎么能让客人做家务呢？他是恋人吗？也不是，为什么呢？跟你独处的机会很少。他是什么？不光小伙子不明白，我都不明白。其实之前呢，你们是异地恋，异地恋是吧？半年，也算是网恋，对吧？对。然后呢，貌似是走在了一起，其实距离好像更远了。为什么呢？原先是有空间上的距离，现在是有人上的距离，因为中间隔了你姐夫和姐姐，可能还会掺杂2个小孩儿。其实你们之间的恋爱啊，必须是1对1的，是的，必须有充分的独处、充分的了解，互相展示爱，然后了解对方，才能往下发展。所以现在你们还不是恋爱阶段，你们就是一个借宿。他因为住在你们家，所以要付出他的劳动。这么拧巴的关系，居然你们在谈结婚？天哪！你不是爱这个人，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对不对？你也不理解他，而你呢，以为自己爱他、了解他，但他做出这些举动来，你又不理解了，对吧？对。所以现在关系是拧巴的、错位的，所以说尽快的搬出去，好吗？好。然后如果你愿意跟他交往，你们约会去，不要带任何的人，真正去开始你们的恋爱吧。结婚不结婚，包括时间的问题，都不要去考虑，因为差得还远着呢。小伙子，最后我提醒你一句话啊，不要觉得结婚就是一个目的了，因为你在意的有可能是一个假象，你不了解他。现在你过于的在意付出，你又承诺了很多你现在可能都没有把握做到的事情，就为你的付出增加了成本。先了解这个人，再去付出吧，不要谈结婚，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女生愿意搬出来和他独处吗？我猜你就说不愿意。你说我就希望我未来的丈夫就是这样的，听我的话，我做主，他干活，像我爸爸妈妈、姐姐、姐夫那样。请问，你姐姐会跟你姐夫吵架的时候把铺盖卷往外一扔，说滚，他会吗？对呀。
因为他们相爱结婚啊，是有分寸的，谁多干家务活，谁少干，是夫妻双方协商的。但是情义，那可没有人轻易敢挑战的。你妈妈会对你爸爸这样当众去跟他吵架，大声的呵斥他，指责他吗？不给你爸爸面子吗？不会，因为他们是相爱的，还有了你这样爱情的结晶啊。所以你不是考验他哦。如果是真的爱情，我们遇到了考验，真的可以看出两个人爱的程度是多少。如果明明没有什么事情，非要设置一个莫名其妙的考验，我只能理解为你根本就不爱他，你只是想找一个听你的、宠着你的，甚至我都觉得你根本不懂爱情，也不曾爱过。而男生啊，我也一直在想，像刚才老师们说的，是不是搬出来相处你们就好了？你看你那么爱他，口口声声说爱他要娶她，千里迢迢跑到张家界。后来我想了想，我觉得你也不是爱他哦。我们看到过很多为了爱情真的是千里而来的人，真的是放下了很多，那是因为爱。这样一个女孩子，你们都不曾分享过任何情感，你千里迢迢奔过来，住到人家家里，天天做牛做马，我想来想去不是爱吧，只是想得到。你现在就这么一个力量在支撑你，否则我想来想去，爱当中不该是如此的不平等、不平衡，你图什么呀？所以完完全全没有爱过的两个人，何至于在此谈婚论嫁呀？你们先想想自己真的怎么去爱人吧，真的什么样是爱情，再谈爱吧。女生，你不爱他，别欺负他，你也别为了得到他忍辱负重，咱们都去谈一场平等的、真正相爱的爱情，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严老师。姑娘，你有什么好哭的呢？说句实在话，当一大家子都睡在里面的房间，外面有一个小伙子住在沙发上，一睡就是睡1年，我们是良心不安的。别人的孩子也是孩子，自己的孩子也是孩子，我们内心是不忍心的，你心里哪里过得去呢？不让你住出来我是可以理解的，保护你，但是你控制住他，也不让他住出来，并且还要让他做那么多事情，不就是要有一个能够长期为家庭奉献干活的人吗？你给我说句老实话，你的姐姐和姐夫现在对于你们的婚事的态度到底是什么？还没说过。没说过啊？你们从来没谈过这件事情？有。说什么？他们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就跟我一样的。这到底是你的态度，还是你姐姐和你姐夫的态度？我的。行啊，那你既然选择不结，既然已经考验了1年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拜托把属于他的东西还给别人，不要再控制住别人要住在你们家。我知道男生说为你做一切是我愿意的，对不对？对。但是其实你也是想一个人搬出去的，对不对？是的。行不行？你可以不住出去吗？你让他住出去吗？你把钱还给别人吗？爱情是不可以被考验的，我们只能经历生活的考验，是不能人为的去考验的。你现在的这个考验，那个考不是考试的考，是烤肉的烤，你是在摧残他的底线。你这么考验下去，不会有结果，不会考验出一个对你100%忠诚的人，只有可能最后逼成一个对你有仇恨的男人。在没有结婚之前，彼此亲归亲，楚归楚，好吗？对于男生来说，你付出任何的一切要对方领情才行。如果你付出所有的一切，最后连基本的尊重都赢不回来的话，你最后娶不到这个女生。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分析过以后就是没有谈恋爱嘛，现实都摆在这儿了。你爱过他吗？你看他都没爱过他，听见没有啊，小子？听见了。
不是，我觉得你得学会接受现实。女生今天这是对，你要没爱过他，你真的告诉他，我们都看得出来，就是你心里可能没这个人，是没有他吧？有一点点。看，只有一点点。他走了，你会挽留吗？你不爱他，你挽留他干嘛？我觉得他挺好的，他哪儿好？对我好。以后他要不对你好了呢？他还好吗？所以爱这件事儿和结婚这件事儿不是对等的交换呀，姑娘，不要再活在幻想里了，小子，你想清楚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说实话，真的特别的喜欢你。为了你，我放弃了我一切。来到你的城市，我愿意为你付出，并不是说为了你的一家人，知道吗？你给我太多的委屈，让我感觉真的好累。我希望你能够以后能好好的对一个人。我很感谢你这1年多对我的好，然后确实有点忽略你的，对不起。不喜欢就说不喜欢，因为你们俩是谈恋爱，不要耽误彼此，正视现实。谢谢2位，请回吧。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下载京约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约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观看本期的节目。请开门。来吧。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愿望，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哭啥呀？就在他走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还是爱他的啊！我还是放不下他。你放不下他什么呀，姑娘？就是我平常比较骄傲嘛，所以就是不会表达自己。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当初是你让他来的吗？不是。他来的时候你高兴吗？不高兴。当时让他买房是拿一个条件打走他的条件，还是说想考验他？出于什么？你应该非常坦诚的把这一切都说了，你知道吗？想考验他。啊？考验他什么呢？因为我是那种就是要一直交往嘛，然后才能知道自己喜欢。可以啊，那你干嘛让他买房？交往就好了。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出去住呢？3位老师其实都说到了，可能你压根儿就真的没爱上人家，你认同这个事儿？那你对这男生到底什么情感？你说吧。我是开始不是特别喜欢，然后就是慢慢的了解嘛，然后就比较喜欢了。那比较喜欢，为什么这种状态呢？你喜欢他什么呀？我喜欢他人善良，然后对我好。走了怎么着吧？在追。谁追谁啊？我。你追他呀？嗯。你追他干嘛呀？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再谈。失去的时候方知可贵，是吧？行了，回去吧。亲爱的，嫁给我吧！往后余生，一生是你，我想和你结婚。嫁给我好吗？好。嫁
嫁给我，我照顾你一辈子。你做什么我都愿意。这是。别哭了。你说过我没有给你一个好的求婚，今天这是我给你的，也是我最大的努力。也感谢爱情保卫战栏目组给我这个机会，谢谢你们。说实话，我来这一次确实是为了诉苦的，但是最主要我还是真的想和他结婚，因为可能说在交往当中会有一些不公平，但是我愿意为了他而忍受。可能会有人说我是个耙耳朵，但是我觉得我为了这一切我值得。谢谢两位，请回吧。往后余生都学是你，春花是你，夏夜是你，秋望是你。他们的未来会幸福，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个希望，如果今天老师们所分析的这些变成了他们一段情感的重新开始，男生的这段求婚就当作是今天他们初步认识，重新开始一段感情，从今天开始真心的开始一场恋情，我愿意祝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为什么你故意隐瞒自己结过婚的事，而且现在还跟前夫纠缠不清？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你工作也找不到，还因为好面子请客，借人家钱，你能不能为我们的生活想想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于结婚这么抗拒，孩子你也不想要，一切都只想着自己活着舒服，太自私了。你父母总是对我挑三拣四，如果你们就是抱着娶个便宜的媳妇儿的心态，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走下去。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袁先生27岁，来自黑龙江待业；王女士30岁，来自湖南，美容师。有请。欢迎两位啊！交往多久了1年多。怎么认识的呀？网上认识的。网上怎么认识的呀？社交软件上认识的。哦，然后谁追的谁呢？我追着他。啊，为啥追呀？因为觉得她长得漂亮，然后相处的话，觉得也是我心目中的类型。哦，就追了哈。对。谈了1年半，问题出在哪儿了呀？就是一开始觉得感情挺好的嘛，然后突然在半年过后，他突然跟我说，他说他结过婚，我觉得他就欺骗我，而且的话，离异是吧？嗯，对。而且的话，他还跟他前夫这边的话一直纠缠不清的。然后我跟他说，结婚这个事情，他现在的话就是一直有点顾虑，一直不肯答应说结婚这个事情。等等等等，咱们一层一层来梳理啊。您是在跟他交往半年之后才知道他是离异的，是吧？对。那你介意这件事儿吗？挺介意的。是介意他离异这个事实，还是介意他跟你交往的时候没有告诉你，隐瞒了你？我介意他欺骗我。但是你不介意他离过婚，是这意思吗？对。你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位女士的前夫跟她有纠缠，是吧？对。是为什么呀？影响你的生活了吗？有啊，他不仅影响他，还影响到我。什么情况？就平常的话，他已经分开了嘛，本来就不应该有关系了。他平常的话还会嘘寒问暖的。那前夫送我东西我也没要啊，我拒绝了呀。他送你东西都送到家里了，没有这样的，好吧？而且的话，他就他的事就好了，为什么要扯上我的关系？本来我跟我同事，然后下班刚出公司门口，正好碰到他前夫，直接把我堵在公司门口。当时手头同事这么多人的面，直接就跟我说你不适合跟他在一起，还缠他干嘛呀？
赶紧跟他说啥就分开得了。啥了，你知道当时那么难道就多人看着我没自己的多尴尬思想吗？吗？我要不要面子呀？不是，我问一下，您跟前夫为什么离婚啊？哦，就这样了。之前我谈了个男朋友，他突然就走了，我就当时心里特别生气，生气的情况下一气回家就相亲结婚了嘛，然后结了2年就离了。就是他特别花心，我前夫他就朝三暮四，哦，就离了，然那你后就对啊，那你跟他离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别搭理他了。明明知道他花心，怎么还接受礼物呢？我拒绝了的，哦，好吧，好吧。现在跟前夫还有纠葛吗？没有了，后来都不联系了。哦，那还有因为让他看他那事微信我就不联系了。啊，行吧，那就是不联系了，就是你们俩一心一意谈恋爱了，是吧？是的，啊，那我为什么在小片里听到你说什么娶便宜媳妇儿是什么意思呀？就他们家嘛，他妈妈特别挑剔我，啊，就觉得我离了婚，对吧？就是年纪也比较大了，他就觉得我年纪比较大呀，又不懂事啊。哦，比他大3岁，您30，对吧？对，啊，就爱挑我的刺。他母亲觉得你不懂事儿，还觉得我离过婚。啊，觉得您离过婚，嗯，所以他母亲是不希望儿子娶您，是这意思吗？是的。哦，那跟娶便宜媳妇儿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他家呀，就想我自己嫁过去，然后还带着我房子嫁过去，就等于是首付让我家来付，有这样道理吗？不都是男方买房子吗？哦，听明白了。你妈怎么会觉得他不懂事儿呢？为什么呀？他就是去我家嘛，然后我妈就觉得他没有吃过东北菜，然后给他做点好吃的，让他尝尝东北特色嘛。因为他长期在广东那边生活，吃惯了这个清淡的口味，然后他就觉得不好吃，他就直接摔筷子给我脸色看。那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也给你妈妈说过呀。那你为什么你就不上点心呢？那你用得着这么大的脾气吗？你可以直接跟那我就说呀。吃不了，我吃不下，怎么让我吃啊？所以你弄那样子，什么态度？到时候那我本来想跟你妈妈好好处的，但是你呢？你做出什么表态了吗？我找你找了几次谈话，你怎么说的？就直接没啥事，我去谈吧。我怎但是你总么不表态？是说我也去了一下，缓和关系了呀。你总是说说而已，你有真正去做到吗？先不吵啊，我想问一下，结婚这事儿是谁提出来的？说我们结婚吧。他提的。您提的结婚？对，我提的。相处的很好。对啊，因为觉得年龄也到了嘛。年龄到了。对，而且的话，相处的其实平常的话也确实还挺好的。挺好。您想结婚吗？我暂时不想结婚。为什么暂时不想结婚呢？因为我觉得他就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感觉，就是说，能值得托付终身的那个人。哦，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状态？我看这资料上面说他待业呀。对，因为上个月才辞职嘛，之前一直做销售，我觉得他就是不仅就是工作上不怎么上进，而且不怎么努力，而且换工作特别勤。工作不稳定。对。那销售怎么了？销售不就为了多赚点钱吗？如果想稳定工资的话，那不如进工厂上班好了。那你赚钱了吗？关键是。那我一个月拿1、2万的工资，手里也有啊。就那一次，你还好意思说呢？做销售不就有这个运气和积累人脉的一个过程吗？那你考虑过吗？你想过我们的生活水平吗？主持人，你真别说，挺气的，你知道吗？我以前过得挺好的，每天吃喝什么都有，对吧？跟他在一起生活之后，我觉得我就出去买杯奶茶，我都还要想一想。为啥呀？就他工资不稳定呗。你要贴补他是这意思吗？是的。那不也该吃吃该喝喝吗？有耽误你什么了呀？好，撇开这些不说先，那你特别爱面子，你知道吗？他每次出去请朋友吃饭啥的，这一吃就大几百。我爱面子怎么？而且的话，跟同事吃饭，你来我往的，这可人之常情嘛。你来我往了吗？每次我都看你抢着买单，你还你来我往了，有意思吗？那可能是跟客户吃饭，跟客户吃饭的话，那总不能让客户吃饭。行，我问一句吧，你请朋友吃饭这钱是自己的还是他的？我自己掏的钱。自己的钱。对，自己的钱就没什么，人家没用你的钱嘛。那关键是他自己掏钱，家里的开支都由我来支出了就。你们俩生活的钱是你出的，对呀，他不给生活费的，是这意思吗？对呀，他都我外掏了。给他嘛。你们俩谁挣得多？我不稳定啊，主要是做销售的话，有的时候高，直接回答吧，谁挣得多？有的时候他比我多。什么叫有时候？我觉得我基本上每个月都比你多，好不好？行，你比我多。为什么要娶她呀？觉得他挺会照顾人的，然后有的时候也是挺为我着想的。你们俩这个日常生活习惯什么都一致吗？
我就觉得他有时候特别爱喝酒，去酒吧喝酒。哎，我喝酒你还不知道为啥吗？你还说我？你看你喝酒都跟什么样人喝酒啊？我喝酒不因为跟你吵架才出去的吗？我出去散散心怎么了？他经常出去喝酒是吧？对。喝得多吗？基本上都喝的都是烂醉如泥的，我都把他扛回来的。跟什么人喝？朋友喝还是什么？朋友我还不说什么呢，都是一些陌生人。怎么就成陌生人了？那我和你还不也是陌生人认识的吗？我都跟你说了，我们之间的什么关系？男女朋友关系，我不应该管着你吗？那我吵架不也是因为你吗？我喝酒不也是因为你才出去的吗？好啊，你喝酒是吧？你少喝点，你每次你看喝的都烂醉如泥，哪次不都是我给你抬回来的？那你不接我谁接我呀？你不抬谁抬呀？对，我做你男朋友，我接你有义务有责任是吧？但是我每天已经是够累的了，而且的话我本身的话就是不抽烟不怎么喝酒，进出那种场合烟熏火燎的乌烟瘴气的，根本我去了之后我抬他回来我特别难受。这个男生提出的要结婚是吧？对。那你有没有对未来婚后的生活规划过？有一定规划。你说说你的规划。就是想着我俩先就在一起，然后的话首先要买房子嘛，然后的话先领个证。买房子的钱是姑娘付是吧？对。为啥是人家付呢？因为他家条件比我家好啊。哦，你家条件好是吗？比他家好。为啥他家条件好就是他家付呢？不是应该两家一起吗？没有，他家付首付，然后我以后我来还贷款吗？啊，那房子说的那么好听，还你来还房贷，那这不等于我在还吗？为什么咱俩一起还吗？为什么等于是你在还呢？他欠了一些钱嘛，然后越欠越多，然后就合着来就我再还呗。你现在有外债啊？对，有一部分。还越欠越多是什么？有利息。他爱面子，你知道吗？就是他自己觉得是销售嘛，特别能干是吧？就经常理财的找他给他销售嘛，卖给他嘛。就人家一忽悠一吹捧，他觉得哎还挺不错的啊，他就买了。我理财为什么呀？我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贴补家用吗？那你问过我意见吗？我问你，你懂吗？那我不懂，那别人说啥你就信，我说啥你咋不信呢？那别人懂啊，别人赚钱了，所以我才去买啊。关键你赚了吗？现在？确实没赚钱，那我也不想啊。那不就完了？我初衷是好的，我也想着能够说有点收益啊。你知道他爱面子爱到什么程度吗？我们就有时逛商场去买衣服啊，然后那个是个小姑娘，长得挺可爱的还，就给她推销，说你这衣服穿上正合适，挺好的。他就说哎那就买吧，结果呢买回来穿几回你？那衣服当时看了确实挺好看的呀。那你穿没穿？你告诉我。穿了呀。那几千块放那就浪费了。当时看的挺喜欢的，后来不就是为了你爱面子问题吗？那跟面子有什么关系呀？那你不就是爱面子吗？说白了，等于男生还是有外债，对吧？对，有一点。好，现在还又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对，等于没有积蓄，还有外债，还在寻找着工作。那您这现在结婚好像有点不那么实际，是吧？对，现在是压力挺大的啊。刚才您说了，婚后的规划是买房子，由女方家来付首付，是吧？对，你们来还。第二步规划呢？第二步的话，就肯定要领结婚证嘛。我是想着先领证，然后的话，结婚仪式的话就先不要办那么隆重了。什么就不办仪式了？这女孩子结婚本来就是一辈子的事。再说我之前仪式有这么重要吗？怎么就不重要了？我之前就随随便便结了个婚，我觉得心里挺委屈的呀。我就想着先领个证，我们俩好好一起过日子，有这么难吗？行，好，领完证之后，领完证，然后就是工作的话，就是这样找一个稳定点的嘛。啊，然后的话，我俩再要个孩子嘛。还想生娃了是吧？我不想生孩子啊。哦，为啥？我就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在一起这样挺好的，为什么还多个孩子呢？有孩子怎么了？难道两个人结婚不应该有孩子吗？那本来就是爱情的结晶啊。这前不久我同学结婚嘛，刚生了孩子。你知道一个孩子尿不湿1个月多少钱吗？你拿什么养孩子啊？那有压力我才有动力啊。这个你们俩基本没有达成一致嘛。今天是谁要来的？我要来的。来干嘛呀？来讨个说法呀。讨什么说法呀？就是跟他在一起相处这么久了，我本来是奔着结婚去的啊，但现在的话，他之前离过婚，然后现在就是一直有顾虑。就是害怕下一段婚姻嘛，然后我跟他说结婚的事情，他一直迟迟不给我个答复。啥答复？就到底是要不要跟我结婚？
不跟你结婚怎么着？不跟我结婚的话，那就该怎么办怎么办呗，我也不耽误他呀。暂时不跟你结婚怎么着？暂时不跟我结婚，那可以等啊，再给我个具体时间呀。好吧，1年半相处，觉得这个男生怎么样啊？我觉得他就是上进心也不强啊，爱面子。我觉得就这2点真的是特别不好。能嫁吗？没有稳定的基础不嫁。那还干嘛还谈着呀？就他对我挺专一的嘛，我就心里挺舍不得的。哦，就是这个男生的好就是专一是吗？对。男生说了，说今天你得给我个说法。女生说离开我觉得舍不得，因为他专一。你让我嫁给他吧，确实我又觉得不能嫁，这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们的说法，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现在想结婚是吧？对。想跟他结婚？对。来之前跟他求过婚吗？那倒没有。哦，你不求婚就想娶人家？哎，你现在我觉得啊，你是除了外债啥没有，在这儿空手套媳妇儿呢。我觉得以后会有啊。对呀，我觉得经济条件不好没关系啊，外面有债务没关系。但是你也不大喜欢他呀，我听下来，感情也没有就不行了。你想娶她，但是不求婚。在你的嘴里，她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和前夫有着纠缠，和陌生的男人宿醉，还对你的母亲不尊重。这样的一个女人，你为什么要跟她结婚呢？因为她对我好啊。她对你好吗？她对我挺好的。我刚才在整个的聊天过程当中，我没有听到任何一点你对她好，或者她对你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不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和你结婚，你们家会买房吗？会付首付吗？会。那你们家会给人家女生办一个像样的婚礼仪式吗？会吧。所以呀，她不值得拥有吗？她不配你买房，不配你给她举办婚礼，不配你向她求婚吗？她错在哪里啊？你喜欢她吗？你喜欢她什么？你思考一下我刚才问你的这些问题啊。你想娶她，无非是因为她可以买房付首付，她可以让你娶到一个媳妇儿，可以帮助你在现在这样经济困难的时期走过，仅此而已。你对她没有半点的尊重，甚至是充满了对她过去的嫌弃。但是我不知道你凭什么嫌弃她。你听懂了吗，女生？你现在也有问题。第一，作为一个女人，有多少失败的感情并不重要，有多少失败的婚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能够把握好自己。宿醉这件事情，不管跟谁喝都是不对的，对身体不好，对健康不好，对情绪不好，对未来的人生也不好，这是第一。第二，无论将来你和谁在一起，去到人家家里面，人家的妈妈端上什么样的菜，喜欢就多吃2口，不喜欢就少吃2口，摔筷子给谁看？谁要看？作为女人，尊重自己，也尊重所有的女性，无论她是谁，好吗？好。我希望你睁大眼睛，找到那个真正爱你的人。婚姻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下一段还失败。就到这里。谢谢左岩老师。通常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男人会说我要照顾你一辈子，女人会想我要找到一辈子的依靠，这是大多数男人女人的想法。而你呢，男生，你结婚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他能照顾我，他对我好，他为我花钱，但是你在心眼里头你还是看不起他。他的前夫为什么要来纠缠我，让我在众人面前没有面子？
就连你的母亲也是因此而看不上。所以他在小片里说便宜媳妇儿，你不就想占一个便宜吗？就是这样啊。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你，给你经济上的一个支持，所有的这些掩饰的只有一个问题，你自己太弱小，你自己其实心里是很自卑的。女生，你的问题是你想找到一个可以依靠一辈子的人，那拜托你能不能把标准也相应的设定好呢？专一就是一个标准吗？不是，它只是一个基本条件。而真正看这个人是否能依靠一辈子，一定要看他是否真心的对你。他真心对你了吗？根本就没有。所以我给你的忠告就是，不要因为一时的自己的空虚，去花自己的青春，花自己的时间，去找到一个错的人。因此你可能就会陷入一个误区，为什么我总遇到那样的男人？其实问题不在于他们，在于你。明白了吗？明白了。所以说树立好自己的形象，并且保护好自己的尊严，端正自己的态度，自己看得起自己，你才可能让别人看得起。是这样。好，谢谢曲总。男生自视卑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把自己看得那么轻。其实大好的青春，努力去做事情，努力赚得自己结婚需要的房子、车子、票子，有多大能力我就过怎样的生活，这是每一个普通年轻人都一定要经历的，正在经历的人生。你看你刚才那个论调，他家里条件挺好的呀，就让他付首付呗，5公月供呗，怎么就那么想让自己躺在一个高枕无忧的舒适的婚姻里呢？你自己不努力不付出，怎么可能有舒适的婚姻啊？是女生刚才说不想要孩子，她有她的问题，但她也说了呀，你拿什么来养孩子呀？你说我有了孩子，有了压力就有动力了。今天你都没有能力让一个女人相信嫁给你，你对这个家庭能负责，能担当，能够承担一个父亲丈夫的责任，凭什么相信你日后就能？所以为什么要自视太低？其实因为你太过懒惰。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勤奋生活、努力上进的这个劲头，那真的没有人愿意跟着你。即便这个人他再结过2次婚、3次婚、8次婚，也没人愿意选择一个颓废的男人做自己的爱人。你明白吗？明白。女士，你对自己的自我评估也是有偏差的，你自视太高了。你认为当年谈了7、8年的恋爱，然后对方走了，你就可以轻而易举赢得一个男人的心，嫁给他。你没有去好好经营，他花心，你离婚之后又迅速的找到下一个男人，你甚至还可以去在陌生的环境里买醉。你对这个男人也这不满意，那不看好，你甚至对男朋友的母亲不尊重。我觉得自视太高和自视太低都不是好的相处方式。我希望你们都能平视自己的人生，有些习惯是必须要改，有些心态是必须要调整，寻找一份踏实的适合自己的爱情，这才是你们真正的生活，好吗？祝福你们，谢谢。好，谢谢杨老师。实际上，在你第一次和男朋友分手，草草的把自己嫁了的那天开始，你就开始对生活感情是不认真的。无论是草草的把自己嫁给另外一个人，还是明明看不上他却跟他在一起，又或者在酒吧里跟一些陌生的男人喝酒，其实这都是对生活感情不认真的。你没有认真的看待自己的生活。我不觉得你是不想生孩子，你是觉得你不想为他生孩子，你觉得他压根没有资格做一个丈夫和父亲。你是不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靠谱的男人了，是吗？我相信其实你一开始跟他在一起确定关系的时候，你本来是想看一看这个男生是不是一个认真的
可靠的男人。但后来你发现，他无论是在工作上的不上进，还是在经济上对你的依靠，以及在家庭与你之间的关系处理上的不成熟，你都认为这个男人又让你失望。其实有的时候，当你遭遇了一些失败的人生的时候，你对别人失望，但是不能对自己失望，因为你人生还要过下去。但是在这3段感情当中，也有你自己的问题，你始终必须对生活和爱情要抱以希望。如果你不抱以希望，就不要谈，就做好自己。男生在结婚的这件事情上不可以占便宜的。你的收入不稳定没关系啊，但最关键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能够承担的那个责任。让他们家买房，他们家条件比我好，这就不像是一个要娶媳妇的男人说出来的话。其实很多潜台词你就是没说出来。其实我相信你跟你父母在交流的时候，你的父母不止一次的跟你说了，就这么一个二婚的，还值得8抬大轿去娶她回来吗？肯定说过这样的话，对吧？说过。你认同吗？父母说过没关系，你认同吗？你也认同。关键是如果你不认同的话，你不会说因为你家庭条件好，所以你应该出房子的钱，因为你也认同。那你这就不是一个要成为丈夫的样子，不可以这样，好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有时候其实挺感慨的啊，走捷径。生活有捷径吗？把跟他在一起当成一种生活捷径吗？这么年轻买那种所谓的理财也是当捷径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走捷径，不仅仅是这段感情，还有你的生活经历。你也是一样，我似乎只有依附在一段情感上面，才能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在我看来，把自己成功的一切交于别人之手，都是一种捷径。太懒了，婚姻不会改变你的。你想把你生活的改变寄托在婚姻身上，我认为是做梦。独立的女人才配得到一段好婚姻。有价值的婚姻没有别的，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忠诚，就是责任，其他的都别谈。想的太多了，太复杂了，给婚姻加载了太多的东西之后，才会要很多嘛，才会有所谓便宜婚姻。如果你们真想要幸福的话，回归到生活当中来吧，都年轻，忘掉过去，负责任的面对生活吧。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他在生活当中挺照顾我的，有时候吧，虽然脾气上来对我大吼大叫的，但是我做什么事情他都是比较支持我。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去做兼职吧，一夜没归，第二天早上回来的时候他等了我一晚上没有睡觉，他早上给我做了早餐，那件事情我特别感动。所以说我就不管说父母多么反对吧，我其实都很想说跟他继续走下去的，但是我有的时候总是觉得他也给不了我特别的安全感吧。总之我就确实心理上也是挺不是滋味的。关于结婚这方面，我真的还需要再考虑一下。虽然对我是挺好的，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你父母的要求。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请关门就最后他们俩那个表达的时候，这确实是对生活的认知和解读不一样，观念的认知不一样，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一个思维当中，还是没过来。让他们对位，让他们去沟通，就是挺困难的。这个结局是什么其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最后表述的时候，你听到男生完全是个第三人称的，是他。就这段话其实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听着他是怎么对我好的，他不是在向这个女生在说明，而女生对他的感情你能看得到，就像他表达的那样，因为他专一，
似乎这个专一就是他要的全部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我们是不知道的。选择的权利交给他们，来看看他们如何选择。请开门。来，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有什么要跟他说吗？微笑模样。其实我也能猜到是这样一个结果，因为我自身的话确实能力不强，而且的话又好高骛远，总是不能给他一个踏实的感觉。然后其实他比我大3岁，年纪也不小了。我尊重他的选择，希望他以后能够幸福。最后一个建议好不好？其实我们只要努力就好，踏实点，好吧？谢谢你啊，请回，请回，请回，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有网友提问说，我们认识一共8个月，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必须得吃早饭，所以我每天做饭，照顾他的冷暖，我在用行动去付出，可他总说我不是真心爱他。在一起1个月的时间，他提了2次分手，我挽留了2次，这是第3次，我想放手，可是舍不得。我知道他缺失爱，我一直用行动让他有安全感，我处处考虑他的感受，在乎他的一举一动，可在他还是认为我不爱他，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首先，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一定是自己去挣得的。其次，提了3次分手，理由都是你不爱他，足以见得他也没有多爱你吧。如果真的爱你，我想舍不得分手的人应该是他。祝你幸福吧。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谢谢他们。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